吏这个物种一般被认为是替皇帝干脏活，自己趁机仗势敛财欺人的那类走狗爪牙，比如唐朝时的来俊臣，明朝永乐时期的纪纲。不过还有一种酷吏，自己却是清流出生，清廉刚正，绝不贪财，甚至还有不错的名声。比如万历时期的邱顺，手段酷烈震动朝野，却是人尽皆知的清官，他的动机就很值得玩味了。邱顺，字茂实，诸城人，嘉靖29年进士。考察邱顺在官场的前半截经历，身为刑科给事中，他还是正常完成了谏官该负的责任，弹劾严嵩及其党羽，指切边壁，称得上一名社稷奉公的清流。不过他的奇葩性格在那时就已经有体现了。嘉靖41年，邱顺到地方检查，时任湖广巡抚的方廉送给了邱顺5两银子，作为他的生活费用。这些银子有多少呢？大概值8担左右的粮食。这其实是中央官员到地方后，地方官员的普遍做法，算是正常的人情交往。可邱顺竟然奏报朝廷，说方廉是私相授受，违法乱纪，要求严惩方廉。实话说，虽然方廉的行为确实有私相授受之嫌，虽然私下往来不收钱确实是高风亮节的体现，但是5两银子，估计嘉靖看到奏报也很无语。这么点钱，恐怕只有在洪武年间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太祖朱元璋才会当回事。但是这事毕竟是把潜规则捅到明面上，而且邱顺不肯善罢甘休，一再上书要求罢免方廉，当着众大臣的面慷慨陈词，嘉靖也有些下不来台了。最终嘉靖帝无奈地罢免了方廉，让他回老家闲住。邱顺的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很快他也严师得罪，挨了60大板，削籍为民，黯然归乡。很难说这次祸端不是因为他太偏执而惹怒同僚所导致的，想必嘉靖也受不了身边有这样一个偏执狂，一点芝麻小事也要上纲上线，搅得上下不宁吧。不过邱顺虽然奇葩，但是真清廉，为官几年还穷得叮当响。他削籍归乡之时，身无长物，第一切，图书一束而已。明代有功名在身者，照例是有晋升优免的，可以免除部分赋税徭役。邱顺既然削籍，当然就没有这些优待，他又穷得要命，时间长了连地方的税款都交不起。但邱顺依然保持了一贯的处事作风，其他官员的往来馈赠他概不接受，就一个人穷着。当地的县令也是个妙人，眼见邱顺欠的账越来越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奏报朝廷，请求用邱顺拒绝的赠银抵偿他拖欠的税，这才解决问题。邱顺就这么在老家晃着，一直到万历初年，张居正主政，有人向张居正推荐邱顺，张居正早就听说过邱顺的奇葩事迹，颇不喜欢这个人，乃评价说：“此君怪行，非经德也。”意思是说邱顺举止怪异，不是真正的有德之士，拒绝启用邱顺。风水轮流转，张居正死后，邱顺终于捞到了机会。邱顺能重回官场，要感谢万历这个叛逆少年。在万历掌权之后，被张居正压抑到极点的他，开始了极限反弹。凡是有关张居正的事，不论好坏都要反对。张居正不让万历做的事情，万历要做；张居正不让万历任用的人，他要委以重任。被张居正批评为伪君子的邱顺，自然在万历的重用之列。邱顺起复又通政，很快又升任左副都御史、刑部右侍郎。这时的邱顺是春风得意，但张居正的厄运也来到了。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开始清算，邱顺则趁机弹劾几个大臣依附冯保。接着张家遭到查抄，邱顺顺理成章成为了这次查抄的主导者。于慎行是邱顺的老乡，素来以忠厚著称，他晓得邱顺的脾气，也晓得邱顺和张居正的夙愿，赶紧写信给邱顺，劝他不要欺负张家孤儿寡母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但是一切都太迟了，得了皇帝的首肯，邱顺更无所顾忌，来到张家，很快就把张家整得鸡飞狗跳。张居正被抄家的情景惨不忍睹，荆州地方官接到命令，不敢怠慢，索性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，将门封死，禁止出入。等到邱顺、张成赶到开门查抄时，张家旧宅里已经饿死了10几口老弱，而小人得志的小吏卒子也对昔日的首辅家人咆哮动怒，这些都是张家人平生未曾经历过的。张居正的2个儿子被严刑逼供，每个女眷被从府中拉出清查点名时，都被士兵搜查，手伸进衣服内，
上下摸遍。这对于明朝时期的女性意味着她们此后只有自杀一条路了。最终，张居正的2个儿子不堪其辱，大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，其妻子求死不能，自瞎双眼；二儿子多次自杀未遂。张敬修在遗书中痛斥邱顺：“邱侍郎，人腐暗，活阎王！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，奉天命而来，如得其情，则哀今勿喜可也。何忍现人如此酷烈？”就这样，昔日大明第一首辅张居正，实际的摄政者，在九泉之下里目睹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张敬修自杀，震惊了整个朝堂。刑部尚书潘继训闻讯悲不自胜，毅然接连上书，请求保释张居正家属。潘继训直言，治居正于太急，提醒说张家已有数十人死在大狱中，实在是太惨了。因为张敬修自杀，抄家不得不暂缓，申时行趁机上奏，得以保全张居正的老母。此时抄家已经基本结束。万历此前有过预估，张家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。为了超出这个数字，邱顺、张成到了江陵后死命追赃，广施株连。但即便如此，邱顺只超出了折合白银20余万两的资产，远少于严嵩等巨贪。邱顺不信一个如此高位的人只有这么少的家产，他认为还有资产没有查抄出来，因此极力请求第2次抄家。万历也无意放过张居正，于是邱顺很快又卷土重来，对张家进行了2轮追赃。在第2次抄家中，邱顺严刑拷打张家人，使其胡乱攀咬。张居正3子张茂修受刑不过，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子转移到了曾省吾、王传、傅作周3人家中，然后自杀，没有死成。而被他指认的几人皆被认定藏匿张家财物，最终受到牵连。在对张居正的清算中，有很多受到过张居正迫害的人都主张念在张居正的功劳上，对其网开一面。但邱顺却以刚正为名，绝不手下留情，对张居正留下的家眷极尽酷烈之能事，亲手酿成了明朝的一大惨案。2轮抄家又超出20多万两白银，一向爱钱的万历皇帝表示满足后，邱顺终于得意洋洋地班师回京。不知是不是邱顺的酷虐行径遭到了报应，他的长子刚刚考中进士便因病去世，4子早夭未能成年，邱顺自己也在抄了张居正后不到1年便病逝了。准确来说，邱顺算不得一个奸臣。不仅如此，邱顺还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好官。邱顺自从踏入仕途就刚正不阿，敢于进谏。大多数人少年狂傲不羁，历经世事磨砺之后变得圆滑老成，他却自始至终都棱角分明，哪怕因此栽了跟头被罢免，也依然我行我素。邱顺对张家人的疯狂行径，究竟是出于报复，还是由于在他眼里张居正确实是一个私德有亏的污点首辅？由于史书中并未记载他的所思所想，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窥探到真相了。